进宫第一天，我给自己算了一卦，卦象显示啥也别干，躺着就行。别人进宫是想当宠妃，我是想当咸鱼。选秀，不去。给皇后请安，装病。皇上翻牌，我自己打喷嚏流鼻涕，一条龙服务安排得明明白白。后宫妃嫔们斗得你死我活，我在冷宫隔壁的小破院里睡得天昏地暗。唯一的烦恼是御膳房送的饭越来越差，青菜豆腐，豆腐青菜，脸都吃绿了。直到那天，贵妃的波斯猫丢了。全宫上下鸡飞狗跳，吵得我午觉都没睡成。顶着鸡窝头推开院门，我随手捡了根树枝，在地上划拉几下。御花园东南角假山第3层石头缝里，路过的宫女太监像看傻子一样看我。我打了个哈欠，缩回去继续睡。半个时辰后，贵妃抱着猫站在我院门口，脸色跟打翻的调色盘似的。你怎么知道的？算的。第二天，我的午饭多了个鸡腿。没过几天，魏贵妃气势汹汹带着人冲进我的小破院。王云，是不是你搞的鬼？西南角花根底下3尺埋了个小人。魏贵妃将信将疑，让人一挖，果然一个扎满银针的布偶，上面还写着她的生辰八字。谁干的？那宫里穿绿裙子、做眉毛有痣的那个。魏贵妃带人杀气腾腾地走了。我的午饭变成了2荤1素，还有一碟精致的点心。后宫开始有了点关于我的风声，冷宫边上那个有点邪门，听说会算，蒙的吧？皇后娘娘的头风犯了，御医束手无策，疼得整宿睡不着。凤仪宫愁云惨淡，不知哪个多嘴的提了一句，冷宫边上那位王才人皇后娘娘的头风，枕头底下压了块玉，刻着莲花那个拿走扔荷花池里。嬷嬷半信半疑的回去了。第二天，凤仪宫传出消息，皇后娘娘睡了个安稳觉，头不疼了。我的小破院热闹起来，送东西的太监宫女排起了队，皇后赏的锦缎，贵妃送的玉镯，连带着御膳房也开了眼。我的小饭桌前所未有的丰盛，红烧狮子头，清蒸鲈鱼，水晶虾饺，咸鱼躺平的日子要结束了。麻烦还是来了。魏贵妃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对。王才人如今可是大红人，连皇后娘娘都对你另眼相看呢。贵妃娘娘过奖，运气好罢了。是吗？那妹妹帮我算算，本宫何时能为皇上诞下龙子？贵妃娘娘，您要不先找个太医看看？你什么意思？您身上这箱里头掺了红花粉吧？闻久了，怕是不太容易有孕。嬷嬷们闯进来，指控王云，不由分说把我拖走。王云，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话说？是他指使奴婢在贵妃娘娘的香粉里掺东西的。赶路太急，困了。贵妃娘娘想怎么判？那盒子里的东西你也用了很久吧？你想说什么？香膏用的是美人醉花蜜，确实养颜，不过配上您每日必饮的雪山参茶，寒热相冲就成毒。胡说八道！御医只检查香粉，不会想到这2样会相冲。您最近是不是夜里发汗，心口烦闷？那制香宫女收了500两银子，香粉里不过是些普通花粉，真正害您的是您自己。滚，都滚出去！第二天，魏贵妃告病，闭门不出。我的午饭规格又升了，多了一盅燕窝。二皇子在御书房背书时，突然口吐白沫，昏迷不醒，整个太医院都惊动了，却查不出任何中毒迹象。皇上震怒，下令彻查。一个小太监招供，线索竟然指向了我，巫蛊谋害皇子，死罪。我被铁链锁着，拖到御前，养心殿里气压低的能冻死人。王氏，你可知罪？不知。人证物证俱在，还敢狡辩？那同路小人不是我的，上面刻的生辰八字是错的。胡说！二殿下的生辰八字丙寅年丁酉月戊戌日庚辰时，小人上刻的是甲寅年丁酉月戊戌日庚午时，错了一个时辰。皇后哭声停了，皇上的眼神锐利起来。内侍总管慌忙拿起小人查看，脸色瞬间煞白。一个时辰之差，命隔天壤之别，要害人怎会用错的八字？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刻错？还有，你说看见我在御书房墙角埋东西是哪天？什么时辰？3天前酉时。3天前酉时，我在冷宫后面的废井边帮李美人找金簪。当时在场的有张嬷嬷，还有禁卫军第3小队队长王虎。奴才记错了，是4天前。4天前，内务府赵公公给我送过冬的炭，在我那小院从申时带到酉时3刻。王氏，你倒是很会算，连朕的皇子生辰都算得如此清楚。回皇上，不是算的。二殿下满月时，内务府造册登记，奴婢恰好路过，瞄了一眼，记性好，没办法。魏贵妃的脸彻底扭曲了，小太监被拖了下去，
魏贵妃被罚禁足思过3个月，内侍总管亲自送来赏赐押金，顺便带来一道口谕。王才人，皇上口谕让您挪个地方。挪哪？乾清宫偏殿。乾清宫，皇帝的寝宫，不去行不行？这儿挺好，清静。才人，您就别为难奴才了，圣意难为啊。我被迫搬进了乾清宫偏殿，金碧辉煌，可我浑身不自在。皇上偶尔会过来，不说话，就坐在那里批奏折或者看书。我在另一边，要么打瞌睡，要么对着窗外发呆。这天他又来了，批完一堆折子，揉了揉眉心，忽然开口：王氏，给朕算一卦。算什么？朕的江山。我心头一跳，不算。为何？算国运折寿，奴婢还想多吃几年御膳房的狮子头。皇上嘴角抽了抽，他沉默片刻。那算朕算什么？算朕能活多久？养心殿里伺候的太监宫女瞬间跪倒一片，头埋得低低的，大气不敢出。我叹了口气，皇上，您真想知道？说。挂金1000两黄金，概不赊账。皇上像是被噎住了，盯着我看了半晌，忽然大笑起来，笑得殿内所有人都懵了。好，你个王云，胆子够大。他没再逼我算那些要命的东西，只是让我待在偏殿，像一个吉祥物，或者说一个让他觉得安心又奇特的摆设。后宫的风向彻底变了，魏贵妃解禁后收敛了许多，皇后对我客气有加，其他妃嫔更是绕着乾清宫走。每天最大的烦恼是中午吃红烧肉还是糖醋排骨，日子像加了蜜的白水，平淡又有点甜滋滋的安逸。直到那个消息传来，南境大旱，赤地千里，流民四起，朝廷连发3道赈灾粮，杯水车薪，钦天监夜观星象，一筹莫展，民间怨声载道，甚至有流言说是天子失德，天降惩罚。朝堂上吵翻了天，皇上连着几天没睡好，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整个皇宫都笼罩在一片低气压中。这夜电闪雷鸣，暴雨倾盆，皇上站在乾清宫殿门口，望着漆黑的雨幕。我抱着一盘新出炉的核桃酥，坐在暖榻上吃得正香。王云，我嘴里塞得鼓鼓囊囊。你说这天灾真是朕的过错吗？我费力咽下点心。皇上，你信那些流言？天灾就是天灾。我拿起一块核桃酥，跟人有什么关系？人还能管住老天爷下雨不成？此乃天罚。我不屑地撇撇嘴，他们要是真那么会看天，早算出哪天下雨了，还用得着现在跳脚？皇上闻言一脸无语。那依你看，这天灾何解？解铃还须系铃人，老天爷不下雨，找老天爷去啊！怎么找？我拍了拍手上的点心渣，走到皇上身边，也望向外面瓢泼的大雨。皇上，你有没有想过，南境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惹老天爷不高兴了？什么意思？奴婢瞎猜的。打个比方啊，比如有人在你家门口挖了个大坑，天天倒臭水，你乐意吗？您肯定也不乐意，说不定一生气，连门都不想出了。皇上若有所思，奴婢可什么都没说，就是觉得吧，事出反常必有妖。那么大个地方，说旱就旱得寸草不生，总得有个由头。第2天，皇上秘密派出了3路心腹，直奔南境，重点查探山川地形有无异常变动，是否有大型土木工程，尤其是挖坑的。半个月后，800里加急密报送回。养心殿里，皇上看着密报久久不语，脸色变幻莫测。好一个惹老天爷不高兴。密报上说，南境最大的河流苍兰江上游，3年前当地豪强为了引水灌溉，私自筑起一道巨大的拦河石坝，几乎截断了苍兰江将近70%的水流。下游10几个州县从此水量骤减，原本水网密布的地方，今年大旱更是雪上加霜，下游彻底断流，民不聊生。而那个豪强是魏贵妃娘家的远房表亲，打着贵妃的旗号横行乡里，无人敢管。圣旨下达，快如雷霆，石坝被强行炸毁，苍兰江水奔腾而下，豪强抄家下狱，魏贵妃被牵连，褫夺封号降为嫔，禁足1年，魏家势力遭到清洗。1个月后，南晋普降甘霖，旱情缓解，流民归乡，一场可能动摇国本的大祸消弭于无形。皇上在乾清宫设了小宴，只有我和他。王云，这次你立了大功，想要什么赏赐？能把偏殿那张紫檀木大床换给奴婢吗？原来那个硬板床太软了，奴婢睡得腰疼。王云，你真是个奇葩。我咧嘴一笑，谢皇上夸奖。日子又恢复了平静，我依旧住在乾清宫偏殿，睡上了内务府特制的硬板床。御膳房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只是皇上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奇怪，有时像看一个解不开的谜题，有时又带着点无奈的笑意。秋猎，皇家围场旌旗招展，骏马嘶鸣，皇上兴致很高，立马当先冲入猎场深处。我缩在看台角落里打瞌睡，
对这种打打杀杀毫无兴趣。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伴随着惊慌的呼喊：“护驾！护驾！皇上遇险！”全场哗然。皇后惊得站了起来，群臣慌乱，禁卫军统领立刻点兵要去救援。怎么了？皇上在猎场深处遇袭，好像是大虫、老虎。我心里咯噔一下，睡意全无，下意识的手指飞快地在袖子里掐算起来。猎场深处，皇上手持长弓，与一头体型硕大、明显被激怒的吊睛白额猛虎对峙。他身下的御马不安地刨着蹄子，刚才一个不慎，马被虎啸惊了。猛虎似乎失去了耐心，后腿微屈，眼看就要扑过来。皇上握紧了手中的金弓，眼神锐利，准备拼死一搏。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皇上别动！所有人都是一愣，猛虎也顿了一下，凶恶的兽瞳转向声音来源。只见我竟然穿过混乱的侍卫，跑到了最前面，手里死死攥着一把东西，看起来像是干草，还有几根枯树枝。王才人危险，快退下！皇上也惊怒，王云胡闹，退后！我却像没听见，眼睛死盯着那头猛虎，又飞快地扫了一眼皇上和他周围的地形。袖子里掐算的手指更快了，迅为风，木克虎，不对，现在是绅士。在那头猛虎彻底失去耐心，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作势欲扑的瞬间，我猛地向前冲了2步，把手里那把乱七八糟的干草枯枝，用尽全身力气朝着猛虎侧面一个毫不起眼的长着几丛低矮灌木的土坡方向狠狠扔了过去。猛虎被这毫无杀伤力的攻击弄懵了，巨大的头颅甩了甩，低吼一声，肉瞳中凶光更盛。他放弃了眼前的皇帝，巨大的身躯转向，带着腥风朝我猛扑过来。就在这生死关头，一变陡升，猛虎扑到半空的身体突然毫无预兆地向下一沉，一声闷响，伴随着猛虎惊怒痛苦的咆哮，它庞大的身躯竟然直接陷进了我刚才扔干草的那个土坡。坑底传来老虎愤怒又带着点惊恐的咆哮和挣扎声，还有令人牙酸的骨裂声。所有人都惊呆了，看着那个突然出现的大坑，看着坑里徒劳挣扎的猛虎，又看看站在坑边拍着胸口的我，一片死寂，只有坑底老虎不甘的咆哮。后来才知道，那地方是前朝废弃的一个大型陷阱，专门用来捕猎大型猛兽的。年深日久，被厚厚的落叶覆土覆盖，表面只长些低矮灌木，看起来就是个普通土坡。我扔干草枯枝，纯粹是算准了方位和时机，给老虎指了条明路。尘埃落定，皇上被侍卫护着走到坑边，看着坑底摔断了腿奄奄一息的老虎，又看看灰头土脸的我，眼神复杂的难以形容。王云，你扔那把草。奴婢算着那里好像有个坑，试试看。皇上沉默了半晌，最终只吐出2个字：回宫。围场惊魂后，乾清宫的气氛有点微妙。皇上看我的眼神添了几分探究，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忌惮。他不再让我住在偏殿，而是赐了一座独立的宫院，名唤静安居，可远超一个才人应有的分例，赏赐流水般的送进来，绫罗绸缎、珠宝珍玩堆满了库房。但我被变相的隔离了，除了送东西的太监，很少有人来。我乐得清静，每天在静安居的大院子里晒太阳、嗑瓜子、品御膳房新出的点心。偶尔会想起乾清宫偏殿那张硬板床。再次见到皇上是在3个月后，静安居的腊梅开得正好，幽香浮动。他独自一人踏雪而来，没带任何随从。我坐在廊下，抱着暖炉看雪，日子过得倒惬意。托皇上的福。王云，朕想了很久。奴婢想要的一直很简单，是什么？活着，吃饱，睡好，最好没人打扰。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你可知你这本事，多少人求而不得？算命这玩意跟刀剑一样，用得好救人，用不好害人。奴婢胆子小，怕折寿，更怕麻烦，就想当条咸鱼，晒晒太阳，翻个身。他沉默了，看着庭院里洁白的雪，久久不语。开春第一道册封圣旨，震惊后宫。才人王氏，性性温良，淑德含章，特封为皇后，入主中宫。凤冠霞配沉的要命，我顶着几十斤重的行头，像个木偶一样，完成了封后大典，接受百官和6宫妃嫔朝拜。典礼结束，回到凤仪宫，我累得直接瘫倒在巨大的凤床上。快帮我把这东西卸了！宫女们忍着笑，七手八脚帮我卸下沉重的头冠。晚上，皇上来了，挥手平退了所有宫人，偌大的寝殿只剩下我们2个。感觉如何？脖子要断了。他低笑出声，温热的手指轻轻按上我的后颈，力道恰到好处。为什么是我？因为你懒，因为你怕麻烦，因为你只想当条咸鱼。朕需要一个皇后，一个不会兴风作浪，不会结党营私，不会处心积虑生下皇子来争权，甚至对这凤位本身都不太想要的皇后，这样朕才能安心，这后宫才能真正安静。我趴在柔软的锦被上沉默了。原来他看中的
恰恰是我这条咸鱼的本性，无欲无求，才能成为他平衡后宫、稳定前朝最放心的棋子。所以臣妾就是个镇宅的。可以这么说。那皇上，咱们打个商量，皇后该干的活能找人代劳吗？比如管理六宫，跟妃嫔谈心，主持祭祀大典，最好都别找我。可以，君无戏言，好好待着，啥也不用管。成交。从此后宫出现了一道奇景，皇后娘娘常年称病，闭门不出，凤印丢给办事稳妥又无子的贤妃，六宫事务甩给能干的德妃。至于那些妃嫔们争宠吃醋的官司，一律交给皇上自己头疼。我只负责在每年必须露脸的重大场合出来当一回吉祥物，然后火速缩回我的凤仪宫，我的咸鱼大业。卫嫔过来请安，听说西郊乱葬岗最近不太平啊，总有人听到半夜哭声。卫嫔妹妹，你八字轻，这几天夜里可千万别出门。卫嫔回去就吓得病了一场，连夜写信回娘家。卫家迅速收敛，不仅归还了田地，还破天荒的赔了一大笔钱。我正和宫女们玩叶子牌，输的脸上贴满纸条。皇后，给朕算一卦。算不了，人心隔肚皮，算不准。不过嘛，皇上，您要是实在不放心那位将军，不如请他夫人进宫喝喝茶。3日后，将军夫人奉诏入宫，我设了小宴，只聊些家常，问问他家乡的风土，边关的辛苦。将军夫人是个爽利人，说起边关将士的不易，几度落泪。夫人，将军常年在苦寒之地，旧伤可还时常发作。听说北地有种白狐皮，最是保暖养身，本宫库里有2张上好的，回头让人给将军送去。将军夫人感激涕零。第二天，那位功勋赫赫的大将军亲自押着10几辆大车来到宫门前，车里是他多年征战缴获的，准备留作纪念的敌国珍宝，还有一封言辞恳切的请罪奏书，微臣私藏战利品，惶恐不安，愿尽数献于国库，以赎其罪。皇上看着堆积如山的珍宝和那封奏书，良久，叹了口气，宣旨加封定国公，赐丹书铁券。一场可能的腥风血雨消弭于无形，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的流着。我在皇后的位置上一躺就是10年，成了大梁开国以来最不像皇后的皇后，也是最安稳的皇后。启禀娘娘，贤妃娘娘遣人来问，下个月是太后娘娘60圣寿，这贺礼的规格和单子，让贤妃自己定，按旧例加3成就行。娘娘，德妃娘娘说下季6宫的份礼银子，让德妃按账本发，不过去找内务府副总管，别找我。世界终于清静了，脚步声再次响起，停在我身边。皇上今儿奏折批完了。那帮老头子没吵架。为运河拨款的事吵赢了。王允，这皇后当的可还舒心？舒心。朕有时在想，把你推到这位子上，是不是委屈你了？不委屈啊。皇上，您看，不用早起请安，不用跟人斗心眼，不用管那些乱七八糟的账本官司，想吃就吃，想睡就睡，还有人按时按点送钱送东西。这日子简直是为咸鱼量身定做的，臣妾躺得可舒服了。那就好，那朕就放心了。